好的，来，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这个亚头啊，亚头的小鱼人的第一视角，基本上是一个宗师级小鱼人了，没毛病啊，学就完事了。然后你看他这个名字，这叫啥？8点半，他天天改名字，为什么叫8点半呢？也许是他那天8点半握了一下 AME 的手啊，直接鼓大包了，是吧？非常开心啊。来看看双方阵容啊，阵容的话，其实双方阵容都非常的中规中矩啊。然后那个天元方的大哥虚空，然后中单应该是个龙骑，3号位是人马吧，4、5号位是牛头跟这个森海飞侠，然后燕方大哥小鱼，中单应该是哈斯卡，3号位电魂，屠夫莱昂双辅助啊，应该是这么一个阵容。咱们先来。继续说这个 DOTA 的正确的游戏思路啊，就是你不要出事了再去想该怎么办，你提前就跟考试阅卷或者说是写作文列大纲一样那种感觉啊，就是你先规划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打法嘛。咱们每场比赛每次教学都会说这个事儿，对吧？对方有虚空，有龙骑，有牛头，有人马，有森海飞侠，对方的先手和团战能力相当的强悍。因此这一局，首先小鱼人魔晶我觉得是备选的，就是必选的，因为对方有虚空在，小鱼人肯定不愿意吃虚空大，对吧？然后队友去要硬吃的话，肯定会造成人员减员。那么你买一个魔晶啊，可以有效的减缓这个情况。你出个 A 仗，远远的站在，就是团战安全范围那个危险范围之外，然后呢看队友上去打，虚空上去开大了，你用 A 仗直接跳过去，因为跳得很远，1000码，对吧？然后用那个魔晶给的那个保护罩，给队友一罩，破解一下虚空的这个大招。这是有一个办法。第二呢，对方的先手由于过于或者说控制由于过于狠毒了，人手带控，而且都是长控制、大控制。那么这局 BKB 其实也是备选的。因为你不能保证你的这个一技能结束之后你能够活下来，你除非是什么，你先开一技能跳过去，一技能结束的瞬间你就要开大招，不然的话你一定吃控，对吧？然后大招结束了，然后呢你可能就要往出跑了，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可能会限制你的输出，不如这把出个 BKB，然后呢保证你的这么一个持续的输出环境，因为对面的控制爆发确实比较厉害，小鱼人吃不起在前中期，所以说这种。除了咱们刚才说的3大件散尸、那个法瑞克星和这个 A 仗之外，对吧？魔晶跟 BKB 这把是一个备选或者说是出的顺位已经很高的一个装备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对面有没有什么回血歌，除了龙骑好像没有什么回血歌了，对吧？然后不过对面的这个被动歌倒是挺多的，什么人马呀、龙骑啊、虚空假面呀，这局。如果特别要求去击杀什么龙骑特别肥的话，我就说龙骑特别肥的话，出个大引刀也不是不可以。哎呀，有点危险，没有是有板的，好，赶紧跳走。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思路吧。不过小鱼人这把是打的一个双近战，虽然说这个5号位有点拉，5号位是一个屠夫打5，但是小鱼人单打双近战来说的话，压力不是很大。压力其实是非常小的，你只需要，但是你不要跟对方硬拼啊，是以一种打太极的这么一种方式，就是我摸你几下，攒上个2、3层往后走，摸你几下再攒个2、3层啊，你再不走，那我就要杀你了，是吧？就是这种感觉，不要硬拼啊。因为一开始说了嘛，小鱼人的这个成长属性是非常差劲的。他一开始的这个血量也少，血量成长也少，所以说你像人马这种高爆发英雄，什么踩一脚平 A， 一个双刃剑再接平 A， 牛头再接个板，哇，这个爆发可能是小鱼人前期吃不起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血量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健康啊，不要忽然之间暴毙了第一轮伤害让这个皮糙肉厚的屠夫去吃，然后自己别没事的去扛对方的这第一轮爆发。很危险的，因为小鱼人最难度过的一段时间就是1级到6级这个时间其实相当漫长。牛头是过来抢这个符的，好，你看就这波上来的时候要养成习惯是吧？先开黑暗契约再跳进来，这时候你一跳到牛头的脸，牛头怎么办吧？他要么选择那个2、3秒钟之后再放技能，不过这个时候呢，他可能都要死了。他要直接打爆发的话，你爆发你也是会吃的嘛，对吧？你会秒解掉，因此这个习惯大家一定要有就是先开黑暗契约再进场。好，然后屠夫和这个
屠夫和谁？屠夫和牛头1换1了啊！刚才有几个细节忘讲啊，小云是一个有成长性的英雄，就是在那个理解篇里面忘讲了。这个技能如果你带着这个你学了被动了，且300范围内有敌方英雄阵亡了，会永久窃取1点敏捷。哎，你看它就是永久获得1点敏捷，刚才忘讲了。不过这个小知识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个没有什么理解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那你打的时候该怎么打还怎么打啊？刚才忘讲了。好，莱昂是通过传送门是传过来了，屠夫有点小危险，不过对方的技能都放完了。哇，人马这个真是霸道啊！然后他等着莱昂快过来了，再跳，但是还是来不及了。莱昂一个极限穿刺没有穿到，慢了一点点。然后也是买了一个魂类啊，这个魂类的话是能保证他对线的时候打人马的一个安全性的，因为人马对线耗血就靠这个2技能这个双刃剑，哎，或者说1技能踩地板，这160，这120，反正打上去，哎，正好对吧，就不掉血，因为它是只要超过75点的魔法就会被扣就会挡120。哎，所以说你看他这脚踩基本上就不掉血，所以说小云打这种单体爆发很强的英雄，前期对线买个魂类是非常非常舒服的，绝对能够保证你对线是能混的。不然的话，人马那个无限的用什么踩地板平 A 双刃剑消耗你，小云的血量一旦低了，他就很危险，因为他的血少，他不像人马皮糙肉厚的，对吧？那随随便便1000多血，小云是买了护耳，然后这才824滴血，牛头跟人马一套他是吃不住的，所以说买个魂类非常舒服。屠夫去卡一波兵线是吧？兵线送进塔内，然后这个兵线能反推回来，啊，打牛头一套，因为他欺负牛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直接是把牛头单杀了，因为牛头拿他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他直接跳脸，然后开3级的这个黑岩契约，啊，一直追着 A 就行了，啊，反正屠夫还给小鱼人泡了个金花药水啊，很舒服。5分55了，然后快去抢莲花啊！这个莲花很重要，小鱼人前期对线拿莲花很舒服的。啊，人马你敢过来吗？你看很聪明啊，先开这个黑暗契约，因为他知道人马过来一定会什么踩他，对吧？然后阻止他拿莲花，所以他先开黑暗契约，再抢莲花。这时候人马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有假腿了一样，那个放技能切假腿，这个咱就不说了，老生常谈了，对吧？然后只要你有闲工夫，然后打野推线的时候就是切智力腿放黑暗契约，是吧？然后切成力量腿，啊，因为刚才又忘说了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个开黑暗契约是会对小圆自身造成一个技能伤害30%的一个反噬伤害的，就是这个掉多少血，这个总血量总伤害的30%会让小鱼人掉血，啊，这个伤害量，所以说咱们可以开智力腿。放黑暗契约，开力量腿，开那个咋一爆，哎，就很舒服，对吧？啊，然后由于屠夫在后面垫底，这个人马不敢乱走，小人给他让个位置，屠夫 pick 了，没问题。好，然后再偷一点敏捷啊，美包包是吧？这时候就是他单杀了一次屠夫，单杀了一次牛头啊，然后吃了一次人马，刚才还混了一个助攻，然后直接是拿到了3.09敏捷啊，很开心。就是一开始说的，小鱼人打近战型的英雄非常舒服，然后那牛头过来，啊，这时候你看牛头回身了，这个其实就是看什么时候杀牛头啊，这个是不是看什么时候打牛头开黑暗契约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看他什么时候回身嘛。牛头的攻击前摇都挺长的，技能前摇，你比如他要放2技能图腾的话，他就把那个棒子先举起来，是吧？你看他举棒子了，你就开1技能，或者你看他扭头了啊，转身了，你就开1技能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就行了。如果他不转身的话，你也可以一直追着 A。很多新手玩的时候喜欢出个这个大毒球打小鱼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道具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散式啊。就是在对线打出优势的时候，或者说是有击杀能力的时候，你是可以出的，因为它加25攻速，对吧？还能够降低对方的什么吸血回血，还能够减对方13%的移速，你可以一直追着 A 啊，也是不错的。就说当出现了对线优势的时候，出一个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哇，莱昂这个羊的好准呐，是吧？虚空刚飞进来开大招的时候一个羊，然后这个虚空大招白开了。然后现在这个比分6比10啊，然后感觉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优势路打的比较优势，中路跟劣势路要么是军事，要么是有点小劣，是吧？因为你看小圆这边打的已经非常舒服了，已经4个人头都是爆发在优势路，然后其他2路应该拼得非常的惨烈。小人过来打野，你看这个打野就非常舒服，然后只不过一个细节就是你打野的时候，只要被野怪攻击到了，这个暗影之舞暂时是不生效的，啊，当你拖这个野怪攻击之后，这个暗影之舞才会重新生效，你才可以重新回血。好，这局小鱼人是先准备出了散尸啊，因为他确实这局打得很舒服啊。你看亚托也跳水了嘛，对吧？所以说大家不要有心理压力，就是小鱼人1技能跳空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该跳就跳，对吧？跳不中了，就跟屠夫勾人一样，跳不中勾不中，那就不勾了嘛，那就不打了嘛，对吧？等下一勾嘛，那跳中了怎么？跳中了打嘛，哎，就是这种抽奖型的心态，然后补了一个散尸，再补了一个江河水。这一波的话，好像想杀他有想法，因为散尸刚到手，第一波，散尸减速再跳是必中的，然后再配合屠夫的勾啊，然后基本上是必杀的。这么一来，人马应该是不上线了，人马看见小鱼那个有散尸了，基本上就只会收塔兵了。想让他出塔来收兵的话，基本上是不现实，他肯定是不出来的。好，下一件这个法师克星啊。法尔克星这个道具，这个版本真的是非常火，大家都出。完了，这个又要有一个道具在下个版本惨遭削弱了。好，由于有了散失了，亚涛也打的是比较积极，对吧？然后那个通过传送门来到了下路，想是找一波机会，还是看见了一个虚空夹面，亮先手。好，给个散失，然后这时候对方人马开了个大招，这一波配合可能有点小问题，亮是不是那个穿刺交了以后羊没有第一时间及时羊到？他是没学羊，看应该有吧？当然我看亮就只交了一个技能，对吧？如果亮是2个技能都交的话，小 AME 也不是配 AME， 亚头肯定是能跳到那个虚空的，因为被跳到了，那个是属于缠绕，虚空是跳不走的。哇，对方这都敢打呀！好，先散失，亮抽空了啊，然后跳。由于有亮的抽蓝减速，已经抠了很多下了，这个牛头是必死的。这2个人真勇，看见小鱼人在这边还敢过来排这个野，必须要排，是吧？也不知道是不是队友交流，可能是觉得下路压力太大了，然后那个说打个换路，让电魂去上路打人马，因为电魂打人马是没有什么压力的，让电魂打虚空的话，可能会被虚空击杀。可是小鱼人是不怕的，因为只要你反应快，虚空用1技能飞出来那个瞬间，你直接按大就行了，哎，对吧？直接按大就是没有任何问题。那人说那虚空不交大怎么办？那虚空不交大了，你就跳走嘛，虚空跳用过了，对吧？你的跳没用了，你直接是开跳，然后跳走，交大招，跑得又快就完事了。啊，被小松鼠捆到了树上，开1技能，但是小松鼠开了2，然后在树林里面来回穿行，有点难抓，哎，戳到了，运气不错。OK， 小鱼人又杀一个小松鼠，这时候已经偷了6点永久敏捷了，然后4.2的这个数据，非常的舒服。你看，这就是一个优势的局的小鱼人，你们打路人局就可以这么打，就是在优势局的时候早出散失，然后配合一些有控制的队友去扫图，会很厉害。但是这个持续时间不要太长啊，因为你这么打的话可能会影响你的发育。哎呦我的天哪，好看，影响发育的情况来了，这就是什么得意忘形了，是吧？得意忘形，就是对方人都没露头，虚空又有大招，一个人顶到那个位置上去了。不过这也就是路人局的魅力，大家也看了，在比赛局中其实很多时候都很沉闷，是吧？就是大家也看了很多比赛了，就是很多比赛有时候很沉闷，为什么？大家打得太稳妥了，就是说是一旦有危险都不会去轻易犯险。路人局的话，就是一旦有优势了，那就越打越嗨，是吧？越打越上头，这就是路人局的魅力了。第二个买个空屏杖，有了空屏杖了就有一个高额的回蓝你就可以配合这个1技能去不停的刷钱。理解跟那个上一期之前讲龙骑士一模一样，你看他选的第一个是奥数指环，这个道具不是为了让你打进攻的，哪个大哥选1级道具是为了打进攻的呀？都没有，选1级道具都是为了什么补足发育的。
哎，所以说什么道具能补足发育就选什么，就是你选这个东西能加智力，对吧？能加回蓝，再配合这个回蓝，两个道具共同作用，哎，然后呢，你的这个蓝上限就很高，是吧？你看这个能加10智力，这个加10智力，这个加7智力，直接27智力的一个补足。小鱼人本来1.9这种平智力的就弱智，哎，蓝很少，但是现在的话，一个黑暗契约只费65，对吧？然后你可以无限放，因为蓝多，哎，无限放，就是为了补足发育。好，然后这个法师克星有了，下一件直接 A 仗啊。大家应该也能听到我这个嗓子依旧是没好，跟之前的嗓音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不是之前说嗓子发炎，到现在还没好。这个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这个应该是类似啊，我感觉到类似的这个新冠的那种一个变种吧，就是只攻击嗓子的，然后就是嗓子一直都是发干发痒，然后持续发炎，哎呀，好烦好烦，怎么都好不了。我消炎药，什么止咳药、消炎药都吃了2盒了，啊，每一种都吃2盒了，都是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就只能用扛，很烦。所以大家也见谅一下吧，同时也注意一下身体。好，来，咱们来继续看比赛。啊，有了法师克星了，然后这个小人的肉度就能提升一点。你看他这个血量，15级，谁家大哥15级1170，1170的血量，所以小圆是一个容易暴毙的英雄。哎，然后大家玩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反应要稍微快一点点。啊，这边先给散失，你看他的细节还是做的很好，对吧？先给散失再跳，保证自己的一个跳跃命中率。好，同时反手直接开大招，避免吃对方的控制，反手一套爆发把自己秒了。因为他当时第一时间是看不见虚空人的位置的，所以说他动手了之后呢，在龙骑跟牛头都没有放技能的情况下，是选择了直接把大招开了。啊，大招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大招并不是说是要等自己快被打死了再开大招。小玉人这个英雄，如果对方集合，且对方的技能都没放，那就没有说快死那一说，那就是直接死。因为你前期血量太低了，才1176，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血量控制，大招绝对有危险就放，对吧？大招就是有危险就放。这波还是有危险的，不过一技能好了，他可以手放的随时放到 Q 技能上，哎，然后看对方切入了立刻摁。好，靠被动回满血，然后再过来扫图，看见了一个龙骑士在打，先给散失，好，散失给上，再跳啊，这个细节看，就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很好，不要贪啊，不要，很多新手就是把自己往死里贪，呀，头肉大招，哇，哇，你看多危险！当时那个小松鼠那个技能应该是没有给好，还是没跟上，当时就是被什么人马踩到了，小松鼠随便给个技能，小云就死了。因此，小云前期还是我建议啊，还是多发育一些。其实你看亚头肉在亚头肉手里，小云打的什么，就十分的极限，十分的惊险。你们如果对于血量的把控或者走位的把控都不是很好的话，经常容易暴毙的。因此，路人局的小鱼人，我不建议像这一局打得这么的激烈，而是什么，就是有机会很大的那种线上单杀是可以杀的。团战的时候，尽量的还是等自己有了一定的基础装备之后再来。就比如说你补个 A 杖，有了一个食人魔之斧和那个精气球，你的血量能达到1600左右了，是吧？然后再随着等级的成长啊，血量能达到1600左右了，你再来啊，不然的话真的是好危险。你看刚才1100滴血，哇，就随便吃2技能人就要死了，太危险了。好，2级装备选一个带属性的吧，看他选什么。还是哇，好贪啊！选了个极光器，这个还是一个回血回蓝的一个道具啊，就是，大家从2级属性装备，就2级装备开始就要选一个，我推荐选带属性的，啊，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跟飞机散射一样那个图标的那个道具，啊，就是能够通加属性的，或者说臂章啊什么的，就是臂甲啊，就那种道具。直接开大招了，走吧！虚空我要反手交大，哎，虚空没大，应该是队友交流过，虚空没大。这时候牛头一个大招3连打空了，因为直接打到小云的大招上了，打到小云1技能上了。基本上在团战里面，小云的1技能好了就用，好了就用啊，这养成习惯，好了就用，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波控制什么时候来。
好，你看 A 上之后直接点了魔晶，这局魔晶非常关键的，你有了魔晶了，团战的这个纵深啊，这个框架就建立起来了。你让屠夫或者让电魂、哈斯卡都可以让他们先上，对吧？哈斯卡上了，对方一定要交技能的。你哈斯卡那么猛的英雄，电魂开着大招抽你攻击往上顶，对方不交技能可能吗？不可能。对方一交技能，小鱼人这时候进场反手魔晶啊一交，然后对方的技能链一失效再反打就很厉害了。啊，差一点点钱，然后那个 A 上就好了。我还是建议路人局的多刷一点啊，他这局打的真的是太极限了，好多波就差点就死了。而小鱼人这个英雄不要断节奏，他一断节奏的话，他的装备一旦落后了，更容易死的。你波裂，但是一旦小鱼人的装备有优势了，能在团战中打出收割，那就滚雪球了。小鱼人的滚雪球和终结比赛能力绝对是这个游戏中数1数2强的啊。就是他只是前中期比较弱，就是他的成长弱，然后属性差。但是，一旦装备起来了，小鱼人一旦处理不了，就是咱们理解片说的，一旦处理不了，那就再也处理不了。所以说，保证自己肥才是王道，这是路人局中永恒不变的真理。先打谁？跳水了，没关系啊，有 A 杖，我有2个跳，2跳跳的虚空，好，直接开大招，因为开大招有移速加成，可以追着虚空弹。OK，就说是你这个有了 A 杖之后，你这个跳完全可以当成一个跳刀来用，对吧？就是只要能跳到敌人脸上就行了。啊，牛头跳走了，再找，往过跳，没散失，开1技能。你看他这个棒子刚一抬起来，啊，牛头也是打了一个就是心理博弈，他是举棒子同时 S 一下，逼着亚托肉把1技能交了。他等1技能时间效果彻底结束之后，再用图腾再拍地板，只不过拍的略微的早了一点点，因为他想走的极限一点，然后没有把那个晕到。但是刚才这个2个心理博弈的这个东西，我已经给大家讲清楚了，就是牛头不举棒子不转身，你不要开1技能；牛头一举棒子你就开1技能。牛头这个时候举棒子加 S， 等他1技能结束了，对吧？然后再把就能够有机会逃跑了，哎。A 杖好了以后，现在魔晶也挂身上了，下一件散魂剑。散魂剑这个道具驱散自己，对吧？驱散自己的同时还能减速敌人啊，非常强，还可以驱散队友啊，简直就是这个版本人手1个的这个道具，而且也不贵，5700块钱。你看这个分身符4600块钱，5700跟4600就差1100块钱。对于大哥来说，1100块钱那叫钱吗？啊，那不叫钱，就是刷个1分半就多出来了。哎，这边开雾，跳上来没关系啊，跳水没关系啊。好，再跳。好，你看牛头，不是龙骑转身，立刻开1技能。打的细节就是这样，咱们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对吧？不厌其烦说了很多遍。1技能开的时机是看对方的那个动作的，对方不扭头你就不开。对方你看龙骑士刚一摆头，1技能就开起来了。哦，虚空开了个救命大，把小鱼人定在这个时间结界里面，然后自己跑了。你看小鱼人一旦处理不了之后，他在这个团战中的这个威慑力是相当之大，收割能力也是相当之强悍的。而且散魂剑加的这个总输出是相当高的。他刚才做的这个动作就是为了吃那个大莲花，他把这个带属性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道具什么都拖下去，然后吃莲花，然后再拖上来，完全满了。哎，看到这个松鼠加牛头，你看他每一跳都跳水，所以说大家不要有心理压力，不要跳就完事儿了，跳不要太偏太离谱就行。好，再跳没关系，追着打，开1技能，开大招，追着打。牛头拿他是没有办法，牛头见小鱼人就是一个自助牛肉啊，就等着被吃就行了。好，这个位置刚发生战斗，虚空肯定是跳走了，不用管他了。好，小人补针眼，就是一开始咱们理解片说的，你通过在打完团战或者说自己单独跑图的时候，发现突然之间没有眼了啊，没有视野了，
什么没有视野，就被动消失了，那就一定是有眼。而常规的眼位就那么几个，哎，对吧？所以说你只要带着真眼去反，都能反到，而且反真眼、反假眼是一个很赚钱的事情，就是你用50块钱换100多块钱，对吧？很赚的。这个盾看是给哈斯卡还是给亚托的小鱼人？不过小鱼人在大家都知道他是亚托肉，应该是队内位置很高，哎，你看对吧？必然给他。啊，这边是吃完屠夫的咬钩之后，直接是原地 TP 龙骑士跑过一劫。你看这局虽然说比分差的很小，但是为什么精力差这么少？是因为压制的问题。在整个地图上，对方的打钱环境被小鱼人扫图逐步压制的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打钱了。就是人头虽然说差得少，但是小鱼人这边是边打边刷的，你看到了吧？是不是边打边刷？杀人把你杀掉之后呢，然后清你的野地，杀人杀完之后推你这边的半边的线，然后导致对方的打钱环境非常的受限，而这边是可以抑制滚雪球发育的，这就是小鱼人扫图压制的这么一个作用。好，不着急，你看他在等虚空，是吧？他在等虚空放大。看虚空跳的瞬间放魔晶，看见没？是不是跟咱们理解篇说的一模一样？你可以补，你有 A 杖了，你有先手切入权，你击杀，对不对？对方虚空就跳一下，我跳2下，虚空不跳我就不跳，哎，虚空一跳必然是放大的，那么我就跳进来，我能跳1000码呢，对吧？比虚空还跳得远，就给被大的队友放一个深海魔晶啊，这个深海护罩，直接打断对方所有的 combo 意图。作为一个大哥，可先手可反手，可单抓可扫图，哎，对吧？无敌了。哎，说小鱼人的他这个英雄真的是，你只要会玩，你真的能在路人局中，尤其是低端路人局中横着走。上分很随意，但是这个英雄确实有点吃就是技师的水平，他不像之前咱们讲龙骑士那一期是真不吃技师水平，哎，就是只要你有一点点刀塔基本功，哎，你照着我的那个攻略打就没有问题。但是小鱼人他真的就是说是对于一个选手的综合素质是有一定要求的，但是只要你学会了，威力是巨大的。就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对每一件装备的理解，对于1技能释放的时机，哎，对吧？2技能的跳跃，然后切入的时机等等的，这种感觉，它不像龙骑士那么无脑。啊，又是一个自助牛肉来了。你看他这个1技能放的永远都是讲究的，对吧？就是牛头不举棒的我就不放嘛，牛头不转身我就不放嘛，对吧？然后你牛头棒子刚一举就死了，1技能就爆出来了。你看刚才他那个旧电魂那一波很帅，对吧？就是他的跳跟虚空的跳是同时发生的，虚空刚一跳，小人啪就飞出去了，啊，非常帅气。下一件是为了保证团战的一个持续输出，因为他现在输出能力已经有了散魂剑，就是输出有了，对吧 ？A 杖跟这个法尔克星这个输出切入生存都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基本上齐活了，就保证自己的一个输出环境，然后直接走 BKB 了，非常的稳健。你看跟咱们赛前分析的那种东西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说是打DOTA 2这个游戏一开始要心里有个谱，对这局比赛有个规划，然后再去玩就不会迷茫。很多新手就是一到中期不知道该干啥了，不知道该出啥了，就是一开始没有规划。哇，自助牛肉又来了。好，人马开个大招拉扯一下，但是这个牛头又没了。哇，太可爱了！牛头，这个牛头被亚托从头关到尾，关到死。虚空一个大招，你看虚空大招大的时候呢，小鱼人直接反手开大招。就他是看见那个虚空往上跳的这个轨迹了，对吧？然后呢，就直接开大就行了。如果他身上有这个按这个深海护罩的话，就直接在虚空飞的过程中给自己跟哈斯卡脚下放一个，哎，都是可以的。这么细吗？平常还切个智力腿来保证自己的回蓝，我的天！他身上有盾啊，也是不怕对方去秒。我打得很凶，吃人了。
他现在是在 BKB 跟晕锤之间要有个2选1。晕锤的话，它其实有大散失加 A 让2跳，我个人感觉是够了，除非是想打一些不太好抓的，比如虚空这种英雄。虚空如果出 BKB 了的话，他就可以出晕锤，因为虚空一旦出 BKB 的话，对方第一波进场也是能跳出去的，不太好2次击杀。有了大晕锤了。哎，你没拿到，摇头你没拿到，来不及了是吧？摇头说来不及管这些事情了，正面打起来了，赶紧去。好，跳进来，直接吃，哇，牛头好紧张，牛头好怕呀！看着小人进来，立刻条件反射性的摁了一个大招。好，跳到了小松鼠，很准，直接是杀掉小松鼠。疯狂跳水，你看人亚头肉对吧？宗师级小羽人啊，疯狂跳水，大家不要紧张。啊，这个龙骑士怎么办？看见了，先走2步，因为这时候没有视野，他跑得比龙骑快很多，所以说不要着急啊。有人一碰到这种情况就着急了，先跳，他那个移动速度是要比龙骑快很多很多，所以你只要追就行了。看准位置再跳，因为在树林里面，那个树丛7拐8拐，然后那个 AI 自动寻路会让你走得很乱那个路径，所以说不要着急跳。小鱼人无解之后，这个拆塔和那个食尸鬼啊是有类似的感觉的，就是你跳上去开1技能，因为你有2个跳嘛，对吧？你先跳上去开1技能，然后 A 个4秒，扭头跳出来，这个过程中你是不会被控制的。然后他在等虚空吗？差不多了吧，该放了不放死了。啊，过来放个深海护罩，就是这样的。可以救队友，哦，屠夫勾过来反手咬，对方的控制技能交满了，没办法。回来给散魂剑，但是他虚空你能看见吗？啊，跳走了！你看他刚才看见虚空的瞬间就开大了，就是我刚才喊那句虚空你又没看见，但是虚空露头的瞬间，他这直接把大招开了，啊，然后等虚空大招开过之后呢，再2次进场，还有3秒钟就有跳了。好，这时候对面对他的这个威胁的关键技能都交完了，但是小人最后还有一手 BKB， 哎，这个 BKB 一交，对面直接绝望。好，1技能一开，哎，不过这个控制链打得很满，哇！走啊！好，这个龙骑士应该是已经极限的交那个盾击了，但是那个龙骑士的盾击有个动画，哎，在那个动画的时候让小云把那个1技能开出来了，1.5秒钟之后爆出了那个黑暗契约。对方人肉带控，然后在第1轮勾心斗角的这种技能交换的时候啊，还是起到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第1轮勾心斗角斗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用 BKB 反打的时间。哎，小松鼠是被这个法尔克星的后续伤害烫死了，是不是？Dire'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看得出来对方的战力还是有的。咱们来看对方虚空的装备，虚空是 BKB 大雷锤，准备走蝴蝶。然后有人说这时候拖干嘛？这时候拖是为了让亮的那个送蓝送的更多一点，因为这个 A 仗它加很多的蓝，它首先加175的魔法值，还加10的全属性，10的全属性也是蓝嘛，然后还加10智力，它把这2个拖下去，智力上限变少，然后亮的输蓝就变多了，然后让这个东西回6秒，亮输完6秒，一下就能多加非常非常多的蓝啊，什么都是细节，对吧？学就完事儿了。然后他是直接3级装备补了一个火焰斗篷。4护甲10%魔抗，还有45的灼烧伤害。这个说实话，我个人从来没打小鱼人选过这个道具。这个道具好用吗？真的这么好用吗？小鱼人很适配吗？我觉得还是选属性装比较好啊。看，难道说它真的是一个好用的属性装都没有吗？龙骑的幻象在旁边，又有虚空，肯定是代表着周围有一堆人的啊！你就别浪了啊！
往下键补了一个跳刀，跳刀补大跳刀。 Dire'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有了跳刀了，你可以用跳刀先进场，因为你因为也发现了，就是就是什么，就是你用 A 仗的这个2技能跳水，经常跳空，对吧？然后呢，不好抓人。但是呢，如果你有了跳刀之后，你先用跳刀进场，然后跳对方脸上了 ，A 上2下，再用2技能跳，那就稳稳的能跳中敌人，对吧？真的那就厉害了。 这技能教的漂亮，就突出一个漂亮。哎，这技能教的非常完美。好，马上再跳回来。你看，在一次短短的交火之中，他就有了25点的能量敏捷偷，就是按能量转移偷了100点敏，哇哦，100点敏。然后再加上这个40这个能量转移的时间，这个100点敏能持续很长很长时间。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小鱼就再也处理不了，无敌了啊！无敌了。 还能拿好多钱，会返一个眼。然后这个小鱼人买针眼，就相当于给自己带了一个点金术，每点一下能好多好多钱。啊，帕斯卡过来护个驾。小鱼人往前走，哇，这么凶吗？我的天，自助牛肉，吃起来。啊，后面来了3个人，算了，先撤一波。 由于他有盾啊，但是你有盾也不能这么打，就是你进场进太多的话，跟队友脱节了，其实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再等机会上高，现在盾的这个时间还有3分钟呢，不着急。 就是等机会上高，然后带兵线啊，把兵线压的深一点，对方肯定会出来带那个出来那个清线的。出来清线的时候就是杀人的机会。好，先拆远程兵，因为远程兵不会回血。好，然后他现在其实就是在拉扯着等那个虚空大招肯定不会交给小鱼人的。 肯定不会，因为那个小鱼人是有盾的。不要着急，进场了。大家听说先开大招，防止虚空，或者说防止自己吃技能啊，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很好的输出环境。然后电魂跟龙骑士2个人缠绵啊，疯狂抽攻，把龙骑士攻灵抽空了。然后虚空过来大招也不敢放。哦，深海魔晶一交，但是这波反身怎么走？走出来了。虚空这个时候可以交了吧？那个小鱼的2个技能都交满了。 考虑一下打谁？这时候小鱼的2个技能都不在，虚空是可以杀小鱼队友的，你不用杀小鱼人嘛。哎，但是也是确实没办法，他被限制的太厉害了。好，这波冲阵是直接冲掉了对方的2路高地，剩最后1路了。小鱼人啊，神仙士卒，一个人冲上来，因为他有盾啊，队友看着他拆就行。直接疯狂跳眼。 又在冲，给自己攒属性点儿，攒。啊，先把盾打掉吧，这个盾应该是要掉了。盾掉了以后，先开1技能再跳走。啊，直接用跳刀跳走了。虚空可能没看见这个小鱼的深海护罩交没交，他一直都不敢交这个大招，已经被小人打傻了已经。啊，对方虽然说打出了一波漂亮的反扑，但是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已经破了3路了。而在如此大劣势的情况下，被迫3路基本上是不可能翻盘的。好，跳进来给个深海护罩救一下电魂，因为虚空已经倒了。亚透的小鱼人打得十分的有章法，就是该干什么时候不该干什么，永远不干，永远不冒险。哦，这个能跳的，还要杀吗？ 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好，其实打到这儿呢，这局比赛也就彻底结束了。来，咱们总结一下小云。小云其实是一个讲究细节非常多的一个大哥英雄，他不像别的大哥英雄那么无脑，但他真的是非常厉害，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一旦你成型了，敌方就再也处理不掉的那种大哥，因此很适合路人局。你看比赛这种小鱼人的胜率比较低，或者说是大家都说地底鱼，但是看比赛看的。因为比赛局中的节奏特别的紧凑，很可能小鱼人没有发育起来，那个就被对方打崩了，对吧？节奏又全无了。但是在路人局中，尤其是低段路人局啊，大家的节奏都很缓慢，能给小鱼人提供的发育空间其实是很多的。只要你会刷，只要你会打这种地图压制，一定是越打越肥的。然后那个。这局能学到的东西，第一就是黑暗契约释放的时间，就是说对方不扭头、不转身、没有前摇，你就不用放，对吧？一直追着 A， 对方一有扭头动作了，开一技能去打，这样的话能给自己提供非常多的一个输出环境。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这个魔晶一出，完全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完美的反手来打，就像神域者、冰龙、暗木那种反手打，队友不吃技能，对面不放关键技能，我就不上。反正对方想开团一定是要放关键技能的嘛。对方关键技能一放，我用 A 杖跳到队友脸上直接2技能一交，是吧？一波反打，非常的厉害。最后大招是基本上你有危险了就直接放掉，不要等自己快死了再放大招，一定要就是只要你感受到危险就放了以后去打，先把你的敏捷层数叠起来，叠起来之后呢，然后。用2技能拉扯出去，血回满了，再回来打第2波、第3波这样的话你的威力会越来越大的。基本上这期视频该讲的都已经讲得非常详细的，想去玩的可以练一练，这个英雄确实是需要一定量的练习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了，拜拜。